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ete 猪的频道。双十一也到了，你看现在我手上拿的是这个拜亚动力的 DT1990 Pro Mark II 啊。趁着这次双十一特价，我就赶紧下手了，下单了。本视频旨在分享使用体验心得，不包含任何广告意图和成分。因为上次不是买那个 K17的那个耳放嘛，我就说现在就差这个耳机了。然后刚好看到这次双十一的话，它这个京东的那个价格比那个海淘还便宜啊，就赶紧下手了一台。而且我看见最近我在后台看我那个上一期那个 K17的那个视频的话，现在还有人在看，我估计还是有很多相关的爱好者在看是下手哪一个耳放啊。我觉得 K17结合最近使用下来的体验吧，我觉得还蛮好的。唯一一点就是它那个漆啊比较容易掉，可能是我自己不太爱惜啊，在那个顶上面的那个左边和右边那个角上面的那个漆已经掉了，已经露出里面那个铝合金的，应该是铝合金啊的那个金属的那个原色了啊，这是我觉得暂时唯一的缺点吧。然后其实我刚开始还蛮担心那个发热量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发热量比较大的问题啊。但是实际使用下来的话，应该是没有一点故障。我整个夏天的话，在空调房里面使用嘛，刚开始天气热的时候还没有，还蛮好，整个没有出一点毛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飞奥 K17的使用还是蛮靠谱啊，起码就是经受住了这种我们长沙这边这个天气炎热夏天的考验吧。好吧，那么就来谈一下这个我最近买的这个拜亚的这个大耳啊，我感觉应该是我最后一个大耳了。刚开始差一点还被京东杀熟啊，它本来的原价是3800多，然后有一天晚上我本来就是比较晚睡的那种人嘛，我3、4点钟打开一看，突然一下降价400多块，我就第二天早上去问客服，我说你这个我刚买，你就还没发货你就开始已经给我降了300-400啊，我就说问能不能补差价。他那个直接就回复我，这是已经是最低价了，那我马上就把这个单退了，直接就重新下了一单3400啊，这还是可以啊。3400的话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性价比吧。4000多的话一直其实在观望，因为我看到了海淘的价格嘛，本来是想走海淘的，但是你如果国行做到这个价格，我就觉得还是可以的。总体来说啊，这个耳机的话我还是比较满意的。比如说你看它这个就是这个天鹅绒的罩子，这个天鹅绒耳罩戴起来非常舒服啊，然后它这个整体的这个做工啊，包括它这个格栅啊，都是制作的非常精良的，而且它这个头的这个架子啊也是比较夯实啊，比较有力啊，就是说刚开始戴你还可能会觉得有点这个比较紧夹头啊，但是你长时间它戴开了之后，就是说它这个已经适应你的头型之后，或者是你头适应了它之后啊，感觉戴起来还是蛮舒服蛮那个可靠的，然后你戴久了也不会很累啊。刚开始戴的话，我觉得戴个不要1个小时吧，半个钟头你就会感觉有点夹头啊，但是你戴久了之后，把这个特别是它这个头悬梁上面这个让它这个皮革产生记忆了之后啊，它就比较容易包裹你的这个头啊，形成那个非常良好的一个佩戴使用感。那么耳机的话，它这个2代的话，我看他们那个论坛的说法就是它那个高音改进了一点，就是说没有1代那么刺耳，然后2代它用的是跟那个它还有一个是
Hi-Fi 耳机啊，那个 T1啊是一样的，用的那个特斯拉的单元啊。所以说它整体使用下来，就是说配合这个飞奥 K17的话，给我的感觉就是它那个低音啊，那个下潜更强，然后它那个瞬间的爆发力啊，瞬态的那个响应都很厉害。特别是听这种，我其实不太爱听古典，你像这种，你想要听那个电子音乐啊，比如说那个 dubstep 啊，那个这种类型的音乐啊，它这种就让你听起来不会让你那个突然一下感觉那个低音比较轰头啊。所以说我觉得它最大的这个好处就是说它只有30欧，它的那个主抗只有30欧，就是说你不再局限于一定要上这种台机了，就是说所谓这种耳放的台机啊，可能便携式耳放或者是你的手机啊播放器都能够轻松带动啊。这个是2代它应该是最大的改进一点吧，1代它是250欧嘛。而且我想买1代，其实1代也没有了，后来还是看了一下这个相关的一些资讯，就是说1代的话高音比较刺耳嘛。其实我没试听1代，但是2代的话我就感觉都还行，只是我觉得高音还是稍微有一点点啊，就是说比如那个齿音啊，还有那个叉那个骨架上面打的那个叉的那个声音啊，它就有一点点你声音不能开，就是说你调音的时候，你那个耳放调音的时候，你那高频不能增益不能调太多的话，你会明显感觉还是有一点刺耳。你就使用默认的就行了，把那个增益就开到中间，就是关掉嘛，不用开就行了，它已经是蛮好的调音了。然后你如果喜欢听这种动次打次啊、韵律感啊、鼓声你比较喜欢听这种比较炸裂的这种音乐的话，我觉得你那个低频的话，你可以增益稍微开一点，这是指有耳放的朋友和同学啊。如果你没有耳放的话，你就接电的话，我感觉也是完全够用的，它的调音已经非常好了。如果你自己觉得还是有点就像那种监听耳机的白开水的味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在那个播放软件里面调一下那个 EQ 啊，还是能解决大部分的问题啊。只是说你有耳放的话会那个更好啊，它那个声音和素质能够更好的发挥出来它那个本该有的素质啊，和这个价位的素质啊，我觉得它在3400这个左右的话，我觉得它应该是完全无敌的存在吧。3400的价位的话，因为你这个价位的话，有一个我比较满意的，还有一个就是索尼的那个 J7R 嘛 ，J7的2代嘛，他们说也配合那个飞奥17可以，但是我一直想，我其实索尼的产品用的比较多，索尼的耳机。我总觉得就是它的低音的话还是比较迎合这些年轻人的那种听感，就是比较轰头，然后比较闷。我觉得索尼的这么多产品用下来的话，总体来说的话，它就是比较符合年轻人的口味吧。反而这种拜亚这种监听耳机，我是第一次使用的，我觉得它就真的是做到了人声和那个鼓声还有那些低频的声音啊，就是说它能够完全的分离出来，你能够听清每一种声音的位置吧。你比如说我以前听的那种 funk， 现在你放在这个耳机里面听的话，我明显就能听出来它那个人声是在那个乐队啊的前面啊，它那个鼓啊什么声音都是在那个人声的后面，你能听得到这种感觉。虽然说我不是专业的，我也说不出什么节相感这些东西啊，就是你能明显的感觉那个人声是离你的耳朵离你的人的感受是更近的，完美的就是说分开了它那个鼓声啊和那个贝斯啊，然后吉他那种不同频率的那种声音啊，你能分得很清楚。所以说我觉得它对我的最大的感受就是说它不会轰头，然后
比较清晰，就是说给我的感觉比较清晰啊。然后另外一点啊，就是它这个线真的是给的长啊。你看我这个，它有一个5米的线，一个3.5米的线吧。我这个是直插的线，3.5米啊。你看我能到多远？你看，这个还能拉，你看这个线还能拉垂啊。看见没有？我还可以后退，可以有这么远。它还有一个5米的那种缠绕线啊，5米的那种缠绕线的话，它是那我估计我可以到我家的阳台，其实我家不太大，所以说我感觉它这个线材，就是说你使用空间比较小的话，你最好是配一个那个集线器啊，把它收纳起来。因为虽然它这个线你看还是比较粗的，你看见没有？还是做工比较精良、比较粗的，包括它那个耳机的接口，你看都是有防呆设计和那个卡扣卡死的，都是比较做比较精良的。但是我建议你还是需要用集线器把它收集起来，然后配合好你的长度啊，因为还是要避免发生这种意外啊。你所以说它这个卡口还是比较结实耐用的。包括我想换线的话，插把我都怕都会费那个非常大的力啊，但是你就怕发生这种意外嘛。虽然它这个卡口比较大，但是它里面的那个卡针啊，非常的小，给人的感觉就是比较脆弱啊。你如果你家里有养宠物啊，猫狗啊，是吧？你那个线如果是拖在地下，或者是它刚好它身高那么高的地方，如果它给你蹦一下跳一下，它天性使然嘛，玩一下，把你这个线用力一拽，是吧？可能你当时没什么感觉，实际上可能你里面那个针结就已经断掉了，是吧？这个东西的话断掉了，里面的针结断掉了，你这个耳机等于就是废掉了，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空间不够，像我这种小空间，我都会尽量把这个耳机的线把它收纳起来，避免它出现意外啊。如果你空间够的话，比如说你是那种录音室啊，或者是有专门的一个听音区域的话，我觉得就线材是你完全不用担心，完全够用的。起码这么大一个活动空间，基本上是半间房，在我家是半间房这个空间，完全是你不管你走到哪里啊，都能做到跟随你啊，不会你走头扯住了，是吧？这一点我是非常满意的。那么最后的话呢，我就是说，如果你预算更足的话，当然你可以买更好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中间价位啊，应该也不算中间价位，起码我感觉好像它拜亚好像价格暂时我看到最高的就是这个 T1 和它这个监听系列的 DT1990了吧。然后我看到的是个，当然你别的品牌有1万多的那种耳机啊，我觉得怎么说呢，你有钱的话，或者是你手头比较宽裕的话，你可以去追求更高的。如果就是说你如果是那种比较讲究性价比的，你可以不用买1990，它还有一个990啊。其实我看990的评价也很高，已经是千元价位啊，2000以下1500元以下那个1000元价位已经是口碑非常好的。而且我上一个那个谢兰图的那个小耳的话，我也是觉得非常好用啊。唯一的一点就是我觉得线材有点，我怕容易烂，它那个接口，因为它买回来第一副那个谢兰图的话，我就是觉得它那个接口就不太灵敏，还好那个拜亚的售后还可以啊，当时他就直接给我换了一副啊。然后这个使用下来，我暂时是没感觉到任何问题的，蛮好的。总之的话，这个耳机，这副耳机啊，是我现在买过来是最好的一副耳机了。不管是使用体验还是声音啊，
数字啊，都是我暂时我拥有的耳机以来无可挑剔的一款耳机了。如果你硬要买，而且是种草了很久这一款耳机的话，我觉得你们可以走海淘，或者是你像海外的观众，比如香港、台湾的观众，你可以直接去那个香港购买，毕竟税少一点，它那个只有3000多啊。我看那个就是我海淘的话，它都只有3400块钱啊。走淘宝的话，京东的话，它还要收一道关税，也是3800，跟这个还是没得打。所以我干脆这次国行达到3400，我就果断下手买了。建议你是买国内的观众，建议你就是买海淘版，不用考虑了，那个性价比我是觉得比较高的。好吧，总之来说的话，这个耳机我还是挺满意的，不管是外观啊，还是音质，你那个我觉得我没有买 P1 还是比较明智，因为 HiFi 耳机我买了很多了，就想试一下这个监听耳机到底是什么口味啊。他们都说监听耳机都是白开水，一定要搭配耳放用啊。然后这一款耳机的话，其实不搭配耳放用，就直接插在电脑上面，我感觉也是很能打的声音素质。包括你如果玩这种，虽然说我是不太鼓励你玩那个 FPS 游戏，比如说你是玩 CS2 啊，或者是 Apex 啊，或者是这种FPS 游戏，你需要听脚步声啊，需要听到这种细节声音啊，我是不建议你买这么贵的。你如果是1000元价位，我建议你买那个 DT 的990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HiFi 耳机啊，都完全够用了。这种耳机说实话，你最好的使用状态就是一定要搭配一台耳放来听音乐啊，这才是享受啊，是吧？你买这种耳机的话，实际上我感觉啊，对那个玩游戏和我之前的我就用的那个蓝牙的那个索尼的扦插 WM3 嘛，不是 XM3 嘛，扦插的那个蓝牙的，然后我接线接到这个耳放上面嘛，也实际上在游戏里面我感觉提升就是不是太大，这就是我觉得你需要考虑的吧。如果你是喜欢听音乐，而且你手头不差钱，而且你有了一台耳放的话，这一个耳机我觉得你是不应该错过去，或者去线下试听一下，非常值得去体验一下。因为我刚开始买，我还抱着那种忐忑的心情啊，直到我买了之后，听了歌之后，我就开始，感觉到它这个已经是值这个钱了，这个价位它绝对是值这个钱的。好吧，这一期就到这里了。鉴于这个 K17 的反响这么好，所以说我就赶快加更做了一期这个，希望你能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有用的话，你可以关注、分享、点赞啊，这对我这个小小的频道主还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这一期就到这里了，拜拜。